我在小学的时候第一次遇见了向凯龙，他慢慢走过来，伸出一只手来，吓得我惊叫了一声，连头都不敢回，拼命往远跑。向凯龙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疯子，四季里他总穿着那件不知道洗了多少遍，变得又脏又旧的绿色军大衣。他用一根木棍挑着几袋黑色的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每天他就在大街上游荡，累了就随意找个地方躺下休息，饿了就去翻垃圾桶，或者等餐馆扔剩饭剩菜。那时候我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疯子，但从没有见过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对我伸出手，那一瞬间我吓了一跳。后来想，他手里好像拿着2颗糖果，只是不记得他的长相，只知道他那天的模样和这个炎热的夏天格格不入。从那以后，我几乎每天都会在大街上遇见他。我开始偷偷躲在角落里观察他。虽然他胡子拉碴，头发乱糟糟的，但能看出他大概50岁左右。在我长期的观察中，发现向凯龙不是躺在地上睡觉，就是把头埋在那个黑色塑料袋里，嘴里嘟囔着听不清的话。我和很多人一样，总觉得自己藏得很好，其实并不是。有一天，向凯龙突然抬头和我对视了，我吓得颤抖了一下，但接着就惊讶地发现他的眼睛很清澈明亮，很好看。当时我还小，不懂事，只是心里疑惑，疯子的眼睛都是这样的吗？从那次被发现后，我反而不那么害怕他了，有时还会故意走近一点。有一天放学回家路上，我看见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围着一个人，吵闹得很。我好奇地跑过去看，原来他们围着的是向凯龙。那些男孩对着向凯龙吐口水，说难听的话：“臭死了！疯子，来打我啊！”嗡嗡嗡。我看了很生气，脸都红了。但是向凯龙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站起来，挑着他的2个黑塑料袋走了。夕阳下，他孤单的背影看起来更加落寞。那时候我很不明白，心里也很难过。我知道他不是真的疯子，可是那一刻，我甚至希望他能发脾气，至少不要让人欺负。后来我离开小镇上学去了，很久没有听到向凯龙的消息。大学寒假回家时，我又在路上遇到了他。如果不是那件破旧的绿色军大衣和那2个熟悉的黑塑料袋，我可能认不出他来了。他的背弯得很厉害，头发全白了，遮住了眼睛。乍一看有点可怕，但更多的是心酸。那个冬天，我终于知道了向凯龙的故事。原来他不是本地人，是从别的地方来的。年轻时，他是个热心肠的好人，谁家有事找他帮忙，他总是二话不说就去。因此，他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理想的女婿。而且他学习也很好，在那个年代考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事，但他做到了。本来他的前途应该很光明。在他上大学之前，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，2人很般配，女孩子也很能干，家里都准备好了结婚的日子。但是命运好像在捉弄人，那个女孩子被拐走了，不知去向。
向凯龙去很多地方找他，带着装满糖果的2个黑色塑料袋，因为他的女孩喜欢吃糖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他会去超市收那些快过期的糖果。可是他还是没找到她。女孩的母亲因为伤心过度，也离开了人世。向凯龙一辈子都活在自责和愧疚中。他帮了那么多人，却唯独帮不了自己最亲的人。后来我常常想，向凯龙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这个地方？他总是在街上四处张望，是不是还在寻找什么？从炎热的夏天到寒冷的冬天，向凯龙一直一个人挑着那2袋糖果走在大街上。他的背越来越弯，步伐越来越慢，但他从未停止寻找。向凯龙不是一个疯子，他只是一个执着的人，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人。